人类越是工于心计，就越容易失败。我尽力了，兄弟们，我尽力了。去年我开保时捷992 GT3 在纽北跑到了7分03秒，这个成绩让我成为了纽北 BTG 最速华人，但是也成为了我在纽北的最大遗憾。只差3秒多，我就能成为第一个在纽北 BTG Sub7 的中国人，所以这次我又回来了。In the heart of Germany lies a track like no other, a place where speed meets fear. Every corner tells a story, and every lap pushes the limits of man and machine.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键盘车神教，我就是传说中自由的教主。在纽博格林北环赛道，圈速开进8分叫 Sub8 或者 Under 8，这是普通玩家和资深玩家的分水岭。就连 Rintaxi 的992 GT3 RS 的尾翼上都写着 Under 8，有些玩家更是把 Go Under 8作为了自己的车牌号，可见进8分是很多人的目标。那大部分玩家在付出了努力和汗水，或者买一台好车以后，都可能来到 Sub8 俱乐部。但是Sub7 就是极少数幸运儿才能够到达的地方，北环的神之领域，这是很多北环玩家的终极梦想。我刚到北环的时候，就在油管上看过那些大神 Sub7 的车载。当时呢，我就问身边的朋友，我说有没有中国玩家做到过 Sub7？ 他们告诉我说没有，从来没有。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想要做第一个 Sub7 的中国人，这个种子就被埋下了。就好像是第一个登月的人会被大家永远记住，我就很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是我没有公布这个消息，因为这个事儿在当时来看真的有点天方夜谭，有点太夸张了。那2年中国人去纽北租车，租车行都会担心你的车技，怕你撞了。有一次我们去某家租车行，本来是不需要交押金的，但在他们知道我们是中国人以后，就直接要求必须拉满押金，还得是现金，谁会带那么多现金？所以明摆着就是不想租给我们，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刚到纽北的时候，大家也只觉得你是一个开车可能还不错的中国博主罢了。你来纽北你就是游客，甚至连做圈速这件事儿都显得有些自不量力了。大部分人会给你个忠告，那就是不要做圈速。他们会告诉你，纽北不同于世界上任何赛道，你去感受就好了，而做圈速要交给专业的人。那我嘴上虽然是对，但是我心里面当时的想法呢，是觉得哪怕纽北再危险、再长、再难、再绿色地狱，那它也是赛道呀，它也是由弯道组成的，那攻克它也是有迹可循的吧。毕竟油管上也有不少人做到了 Sub7 啊，无非就是多练和一台快车嘛。多练呢相对简单，这2年呢我往返了纽北10几次，租车练车。2024年呢我还跑了4场纽博格林耐力赛，甚至还有幸和马清华小马哥跑了1次。小马哥对比赛有什么期待吗？没啥期待，就是过来玩。我是来度假的。没有开过这么慢的车，会不会在里面睡着？有可能。可惜最后我们 N24 纽博格林24小时的团没有拼成，错失了一个抱大腿的好机会。那好消息是，我这2年开得越来越快了。坏消息是，我的钱包越来越扁了。那练车相对容易，而找快车很难。当时纽北能租到的最快的车是 RSR 家的宝马 M2， 这台车呢是不可能开到 Sub7 的，大概的圈速是在7分半以内。虽然 RSR 他家有40多万欧的镇店之宝保时捷992 GT3 RS， 但是这种贵车你副驾必须带教练，你不能全力 push。我猜如果 RSR 知道我要开他们家的 GT3 RS 去 Sub7， 估计得直接给我来个永久黑名单。毕竟他们自己的教练开这台车的 demo 圈是7分46秒。后来我找到了纽北华人4大天王之一的阿汪同学，曾经当过阿卓的纽北教练，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我想让他帮我找一台足够快的车，但是我没有透露我要 Sub7 的计划，我只说我想要一台快车做圈速。
然后他给我推荐了一台 Shimmer 的 E46M3 CLS， 它的改装经费超过了20万欧。但是当我问他这台车能跑多快的时候，他信心满满的告诉我说，这是纽北最快的 E46， 随便 Sub 8。好吧，我想这可能不是我想要的车。但这就是当时大家的普遍认知，在这些纽北玩家的印象里， Sub 8已经是一台非常快的车了。而且阿汪特地说，车是快的，人嘛，狗头。所以不仅觉得 Sub 8是一个非常快的圈速，而且也不确定我是否能驾驭这种快。但是也能理解，刚到纽北的小学生，我当时只开了10几圈，要是能 Sub 8已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成就了。谁能想到一个小学生想要 Sub 7？当然了，汪教练在精神上还是支持我去做一个快圈的。他说纽北有太多的中国菜鸟自以为是，希望我能文化输出一下，挽回华人的名声。在这个 moment， 我仿佛肩负了中华民族崛起的使命，为中华崛起而 Sub 7。哎，不对，这是不是话里有话呀？上来就刷圈速，自以为很强，这不就是我吗？后来他还发了个动态说，今天有位纽北租车行老板对我说，我在这10几年了，看到会开车的中国人不超过3个。他并不是个例，在纽北看到华人脸就觉得你不会开车，一边赚你的钱一边觉得你麻烦，几乎可以说是普遍心理。虽然中国人不会开车的刻板印象的确大概率可能是有点道理，但是看到他动态以后，更坚定了我想要做出点成绩的决心。好歹让人家的刻板印象从3个会开车的中国人变成4个吧。看来在纽北找一台超级快车并不现实，为了战胜那些纽北的怪物，我们需要打造属于自己的怪物。于是我在2023年的冬天买了一台 Supra， 我把它叫做红猪。在2024年的1月，我们的红猪项目组正式成立。我当时找了国内能找到的最强战力，我们的动力总成是由 PPM 罗博士负责的，中国最会搞机的男人。ECU 呢是由梁总负责，空力和底盘由欧阳负责。因为 Supra 改装后的圈速是不弱于保时捷 GT3 RS 的，既然 GT3 RS 能够 Sub 7， 我们的红猪应该也能做到。我们原本的计划是5月份改好，6月份国内测试，7月份运车去欧洲。而纽北的赛道日我们定了8月30号和9月6号2场，然后大家就开始了疯狂的加班，为梦想冲刺。每天群里面的消息几百条，但是罗博士和欧阳只能在自己的主业之余腾出时间来搞 Supra， 所以整个进度并不是很快，有太多需要摸石头过河的地方了。到最后1个月，甚至罗博士从几千万的深圳海景房搬到了北京6环外的城中村，和欧阳合体搞机，每天干到凌晨。发动机的机。但是在7月12号的凌晨12点半，前线还是传来了噩耗，欧阳说把货柜退了吧，车子实在赶不出来。他说加班是能把车子赶好，但是他很怕，不是成绩和输赢的问题，而是安全的问题。我虽然非常想 Sub 7， 我比所有人都更想要做到，但如果硬要在纽北将近300公里的时速下开一台半成品的700-800马力的短轴距的后驱车，我想我的八字可能还不够硬。罗博士呢，可能是怕我回不来，还不上罗伯贷，所以也说算了吧。到这个时候，我在纽北练车和比赛已经花了大概80万，红猪连买带改也花了100万多一点，加起来保守估计也得180万。可能有些人会问啊，练车为什么要花80万？其实我也不知道花哪儿了，就是少了80万还不止。我只记得其中的大头是因为一场比赛，我被人怼飞了。那次的车损呢是5万欧，也就是40万人民币。哎，所以今年的比赛我看到后车又要撞我的腰了。我这次学聪明了，我直接就是一个闪啊，属于是宁愿跪着死也不愿意站着活。
可惜最后闪大劲儿了，闪墙上去了，属于是跪着死了。唉，人类越是工于心计，就越容易失败。不过事情突然又出现了转机，纽北四大天王之段老板帮我找了一台能够刷圈的保时捷992 GT3，一个新开的车行叫做 Track Speed， 他们家能提供刷圈的992 GT3， 可以全力 push。虽然不是992 GT3 RS， 没有顶到头，但是510马力双叉臂的猛兽，再加上终极半热熔米其林 Cup2R， 让我看到了 Sub7 的希望。于是我租了2天，准备去跑那2场本应该给红猪的赛道日。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20分钟的 GT3 车载，全网所有纽北的 GT3 车载我都缓存到了手机上，一遍又一遍的看。后来的事情呢，你们都知道了。第一个赛道日下雨，我直接亏了3000欧的保险钱和1000欧的赛道票。第二个赛道日9月6号上午一直下雨，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天突然晴了。但是留给我的时间并不多，我一共只做了2个正式的飞行圈，第一圈的成绩就做到了7分03秒。因为车载实在看得太多了，177个弯角，每一个细节我都背下来了。而且大家知道我比较擅长开911，因为它开起来很像小马力前驱车。那至今为止还有2条赛道的接胎记录依然是我用911保持的，但是在纽北开 GT3 又和小赛道有一些不同。我的肌肉记忆可以比较轻松地驾驭这台车，但是我的精神很紧绷。200多公里时速过弯的时候，你会想，失控会不会上墙？上墙会不会死？死了要不要赔20万欧？赔钱的话还不如死了算。我的身体不紧张，但是我的脑子很紧张。说实话，我有点害怕。要不要见好就收啊？毕竟现在我已经是最快的华人了。3秒，可以掏出来。可以掏出来，可以掏出来。加油！第2圈的情况是这样，因为时间不多了嘛，所以我的出场圈就全力 push 了。我想万一出场圈就出圈速了呢，但是运气非常不好，遇到了慢车，就只能放掉。那因为上一圈的激烈驾驶导致我的轮胎温度特别的高，但是我没有时间散热了，赛道要关了，我只能硬着头皮顶着超温的轮胎去做第2圈。这圈我真的已经是尽量鼓起勇气了。瑞典十字的弯心速度我开到了208公里每小时，狐狸洞我是全油门冲下去了，263公里每小时过弯，就快赶上极速拍档首都高270公里入弯了。我以前一直把极速拍档当热血漫来看，没想到这个物理居然是真的。然后在狐狸洞顶将近200公里的时速下，我超温的后轮直接就滑起来了，还好我99%旧车的被动技能发动了，硬生生的把这台后置后驱给按住了。要知道911的重心靠后，一旦甩尾是非常危险的，而这个车损可不是区区5万欧能够解决的。然后我顶着超温的后轮冲到了3路间，又再一次车尾起飞。我利用车子和护栏之间的一点距离完成了极限救车。我一半车子在草地上跑，但是油门还是不能松，因为这个时候我的圈速已经比7分03那一圈快了2秒多。只要这一圈能够顺利跑完，大概率就是 Sub7。而且我当时的油只够跑这一圈，这可能就是我最后的机会。但是在过了旋转木马以后，纽北系统给我刷新了4个 BOSS 来阻止我 Sub7， 我愿称其为纽北天启4骑士。在努力超过他们以后，我的秒差全部都还回去了。我这圈的最终圈速还是7分03秒。于是就有了开头的名场面。我加完油再回到纽北，不出意外，赛道关闭了。回到租车行以后呢，我给考斯塔斯看了我的成绩，他非常的震惊，
而我却觉得非常的遗憾，也没有拍到这个瞬间。而且我很不服气，我当时对他说，如果没有慢车 Sub7 对于我来说是容易的。但是他告诉我，在纽北有非常多技术好的人一直在追求 Sub7， 但是都没有做到。因为在纽北机会窗口是非常狭窄的，所以 Sub7 容易，但也并不容易。虽然我说出来有点诺言诺语啊，但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容易，但是并不容易，那一刻我觉得他看起来有点像世外高人。这句话颇有禅意，有点像那句我在勒芒听过的名言，不是你赢了勒芒，是勒芒让你赢。我觉得也非常适合纽北，不是你赢了纽北，而是纽北让你赢。所以我需要等待的就是纽北让我赢的那一天。那这一次的挑战呢，就这样失败了。而且为了省钱，我这次特地没有带摄像，只有我一个人。因为赔了那5万欧以后，我实在有点穷。其实以前呢，我都不怎么算账的，我是有钱就花，没钱就赚，稀里糊涂的。但是也就趁着这次节目，我能顺便算算账。我这次呢，一共住了10天左右。第一个赛道日差不多是3万人民币，第二个赛道日租车、保险、赛道日门票、轮胎大概是10万人民币，再加上来回的差旅，一共花了15万人民币左右。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大概的花费是195万。哇，没算账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个烂仔，算账以后我觉得我起码是个烂仔中的皇帝吧。还是烂仔。回国以后呢，我没有发这期 GT3 的片子。招博问我什么时候发，我说必须要 Sub7 再发，不破楼兰终不还。15天以后呢，我又回到了欧洲。这次我做了更充分的准备，我找了2台车双保险。第一台呢还是992 GT3，但不是 Trackspeed 他家的车，因为他的992 GT3 在后面的赛道日里面全部被订满了。那这台 GT3 呢是我通过一个朋友借的，我会用这台车子重返纽北。但 GT3 这个车子的圈速几乎就是卡在了 Sub7， 如果交通不好的话，那又是一次遗憾。所以我还需要一个 Plan B， 我需要一台更快、马力更大的车子。于是呢，我找到了排总老排，我问他借来了他那台超级 M4。这台 M4 是全国10几条赛道的纪录保持者，不仅圈速比992 GT3 更快，而且4驱大马力车跑纽北有一个天生的优势，那就是你不需要过分追求超高速弯的弯心速度，因为超高速弯永远是纽北最危险的地方。大马力涡轮车可以放掉一点点弯速，早开油，靠直线来追，这种开法的容错率会更高。同样是 Sub7 肯定是更安全的。而992 GT3 是自然吸气引擎，它比较低的扭矩就注定了它必须要保弯道的速度，容错率会更低。然后我们先是在 GSA 试了车，动力真的非常狂暴，不愧是机皇 S58， 在小赛道里面起码比 GT3 要快1到2秒。然后就是运车到重庆，然后上火车去纽北。最终我们的超级 M4 来到了纽博格林，但是车坏了，后摆臂球头在运输的过程中断了，车子的尾翼端板也失踪了，并且车子的安全带也是有点问题的，它没有达到我们要求的规格。于是呢，我们分头行动，吕德去买安全带找举升机，小锤和欧阳负责去建材市场找木板来做尾翼的端板，我呢联系 KW 总部订了一套摆臂，然后开车一路向南300多公里去总部拿货。这个 KW 总部的配色真的是相当 KW。 那我们可爱的招博负责什么呢？他负责坐在我的副驾给我当吉祥物，还时不时的说2句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为了这次 M4 出征，我特地带上的欧阳，看来果然非常有必要呀，毕竟欧洲不允许加班的嘛。但是我们自带的华人黑工可以一天工作24个小时，完爆本地工。但是最后这台车还是没有能完成 Sub7， 具体发生了什么呢？我后面会出一期节目来讲，包括但不限于我刚开到纽北门口就因为非法改装被警察gank了。然后另外一条 GT3 的故事线也非常的奇葩，到最后赛道日的前2天，那边联系不上了，人消失了， GT3 没了。我的看噻，老爸你觉得呢？今年只能
安全点保守。那就把领克推到极限 ，GT3 和 M4 做不到的事情，只有领克来做了。我靠，领克搞一个337，这个太恐怖了。真的是我这个事情，哎，我都不知道这个素材应该怎么用，但是我真的太多情感想抒发了。这个事情当时在租车行，我感觉我就已经崩溃了，我感觉人要爆炸，哎。所以在2024年纽北冬歇以前，我们还是没有能完成 Sub7， 但是也只能回国过冬了。当然了，这一趟呢，我们有一半的精力放在了领克上，所以呢，也不算无功而返吧。只是 Sub7 必须等明年了。这一趟的花费，运输、保险、清关、轮胎、油水、修车、改车、罚款，加在一起大概15万。这还不算我们5个人住1个月的差旅、食宿、吃火锅。这些呢都算在领克纽北的项目里面吧。这样的话 Sub7 的项目总共花费大概是210万。唉，人类越是工于心计就越容易失败。回到国内呢，我有点心灰意冷。我觉得做第一个 Sub7 的中国人这件事儿还是不能强求，顺其自然吧。于是我就发布了7分03的片子，本来是 Sub7 失败，但是大家都在给我打气，弹幕都在给我加油，片子更是斩获了10万赞和12万的硬币。而在最后的弹幕里面，甚至有人说你已经进7了，我们都看见了。我虽然很感动，但是没进就是没进，人最难的就是骗自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坚定了我要继续开992 GT3 去用它 Sub7， 因为我很想验证一下我是不是真的能够在轮胎正常的情况下开 GT3 做到 Sub7。 如果不是用这台车做到 Sub7， 那多年以后我可能会自我怀疑，我会想，当年如果没有慢车，轮胎温度正常，我真的能 Sub7 吗？这种怀疑会让你不自信，而车手呢，最重要的是自信，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于是冬天的时候呢，我直接用我最后的波纹定了2025年几乎最早的3个赛道日和3天的992 GT3。上一次2天没做到，这次我们就定3天。3天的花费呢，大概是30万人民币。因为这3个赛道日中的2个是超级土豪赛道日，1天门票2000欧。这时候有些观众可能会说啊，教主你太有钱了，不愧是烂仔中的皇帝，你哪儿来这么多钱？那就不得不提吕德代了，欧元区的金融好帮手，罗伯代改车，伟龙代生活，吕德代租车，段老板代赛车，4大金融工具在手，轻松玩转全球赛车。看我们这次回欧洲开的这个小车，就知道我教今年的经济状况属实不行，有点卡钱了。这75马力的小车连个转速表都没有，但是好在有手动挡，勉强保留了我们键盘车神教最后一丝尊严。降不降档加速差不多。哇，这一冬天没回来了，纽北还是这么美。这路边呢是我开过的那台 AC Schnitzer， 纽保呢也还在施工，感觉这边的时间过得都特别的慢，一修好几年，到处都没有什么变化，到处都非常的熟悉。我的第一个赛道日呢，跟去年一样，又是下雨，山谷里面都是雾。本来我的安排呢是上午跑完16圈的 i30N， 拿到跑纽博格林24小时的 permit， 下午趁手比较热，直接刷992 GT3。但是我们跑完16圈以后呢，依然在下雨，我们只能先去吃饭，但不出意外，吃完饭雨还是没有停。于是我的第一个赛道日呢，就打了水漂，和去年的剧本一模一样。原则就是不退钱。第二个赛道日呢特别贵，一天是2000欧，所以我们一开始以为这会是一个人很少，全都是高端硬核玩家的赛道日。但是开完车手会以后呢，我才发现这完全是一个新手赛道日，有钱的新手的赛道日。他们整个上午的安排呢是分组编队训练，只有下午才能正式刷圈。而且他们的整体技术水平呢也不是特别的高，因为他们分组里面有个最高组别叫专家组，
这个组别需要车手开到7分半以内，而这个组里呢只有5个人，也就是说这100多个车手只有5个人能够开到7分半以内啊。那这个赛道日为什么这么贵呢？是因为它包含了一个 Lindner 的住宿和自助餐，这是纽博格林附近一个比较高端的4星级酒店，可能很多键盘车神都认识，而且呢还包含了一个走赛道的服务这时候我已经有点担心明天赛道日的情况了。第二天的好消息呢是天气还不错，在阳光下的992 GT3 是真的超级帅，这充满力量感的车尾，这大宽体，这天鹅颈，大尾翼，虽然不像992 GT3 RS 那么夸张，机盖上面都开了孔，但是却恰到好处。据说上次我们开的绿色那台退役了，我猜可能是有客户直接上墙提车了吧，希望下一个提车的人不要是我。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喜欢蓝色，不过这次我们的刷圈呢是有备而来，是有一些轮胎策略的。虽然我准备了一套全新的米其林卡普托 R， 但是卡普托 R 的最好状态在纽北只有前6圈，所以我们要先用 Nancon 的 CRS， 也就是我常说的纽北神胎，它又耐磨又便宜，而且圈速跟米其林卡普托 R 这种顶级的半热熔轮胎只差10秒左右。那么我的策略呢，就是先用 CRS 找到这台车的节奏，同时观察场上的交通情况，等我和这台车完全呼应上了，场上的交通情况也比较好了，我们就直接换胎，用最新的卡普托 R 去冲击最快圈。以我在纽北跑赛道日的经验来说，下午3点到4点半可能会是一个完美的窗口。大概12点多呢，我们来到了纽北汉堡店的停车场，果然这一场都是副歌呀。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对手 Manthey Racing 的 GT3， 用的是卡普托 R 标配。哇 Manthey Racing 的 GT3 RS， 我去，你看这个中间的 wing， 就像勒芒赛车一样，中间这个垂直的翼片。哇，这兰博基尼的排气管，我的天哪！在这些人均有 fin 的超级猛兽面前，我的车子真的是太朴素了。人家要么是992 GT3 RS， 要么是992 GT3 Manthey Racing， 要么是992 GT3 RS Manthey Racing。这边还有一台长得像比亚迪 U9 一样的超级跑车，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观众认识。但其实他们的车子越快我越开心，没人挡我，我就能冲击 Sub 7了。OK， 系上6点式加3点式，一共9点式安全带，戴好保命的汉斯和头盔，出发。可能有些人会问啊，教主为什么不戴手套了？并不是因为吕德森同学的没套更快理论，而是因为我的手套在上一场 NLS 比赛里面丢掉了。进来以后呢，我发现慢车还是挺多的，但是今天呢，我的时间相对比较充裕，所以上去呢也没有着急做圈速，一圈是7分30秒，一圈是7分29秒，没有关空调，没有关 ESP， 先找一找感觉。下来以后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害怕，胆子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小，不知道为什么。1年没开了，还是得适应一下。上去的确有点放不开手脚，就像以前我们开206的赛车一样，长时间不开，一开哇这么猛，这车你得比车猛，你得能把它按住，否则是开不快了。第二趟出车呢，我提了点速度，让整个节奏更快，并且把空调给关掉了，但是保留了 ESP。果然是年纪越大胆子越小。不过在好几台慢车的情况下，我用 CRS 轮胎依然做到了7分13秒。我觉得是时候换卡普托 R 去冲击最快圈速了。而且有意思的是，我这一圈又在小水井遇到了一台银色的992 GT3 RS， 和去年挡我的那台车几乎长得一模一样，挡我的地方也几乎是一模一样。难道纽北的系统又发力了？又给我刷怪了？按理说在旧 CRS 且有慢车的情况下做到7分13秒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成绩了，但是如果卡普托 R 比 CRS 快10秒，那在同样的交通情况下，卡普托 R 的圈速就是7分03秒。真的是7分03魔咒吗？而且意外又不出意外的发生了，
大直线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赛道直接关闭了。我觉得这个速度可能清理也得花好长时间，看救护车会不会过来。现在好担心不能跑了，因为这个事故太大了，船长红旗了，赛道已经关闭了。啊，天哪！那台车当时发出了一个巨响，用小锤的话来说呢，就是比我小米上墙的声音大10倍。纽北大直线上200大几十的速度上墙，满地的碎片，车子已经面目全非了，只能希望人没事吧。2场赛道日，一场下雨，一场关闭。人类越是工于心计，就越容易失败。算了，放弃了。我感觉如果不想这个事儿，也许运气就好了。比如说领克，就顺着出奇，刚上去就做出圈速了。GT3 就是从去年到现在1年时间，要么找不到赛道日，要么订不到车，要么就订到赛道日，结果发现下雨，要么就订到赛道日，结果关闭，就一直不顺。你想，从去年的夏秋天吧，到现在，每一场赛道日我都在关注，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再有一次像上次一样的机会了。然后考斯塔斯问我要不要等赛道重新开放再换轮胎，因为谁也不知道赛道什么时候会开放，或者会不会开放了。如果换上米其林卡普托 R 赛道没有开放，那我们还得把轮胎换回来。但是我非常坚定，我说必须要换米其林，我们就换上卡普托 R 等着，哪怕赛道不重新开放，我出2次8胎的钱也一定要先换上，因为现在有更多的机会去做圈速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当时我有种预感，我觉得今天我就能 Sub7， 就在今天。那机会呢，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在赛道日马上结束的时候，赛道开放了。但是我只有1圈，我的全新卡普托 R 能不能够在我仅有的1圈里 Sub7 创造历史呢？发个弹幕预测一波，再顺手投个币，哪怕点个赞呢，我们去赛道里拉爆这台车吧。Go！冲过终点线以后呢，我觉得这一圈有了，我可能做到了。我当时心跳加速，手在颤抖，我拿手机都拿了很久。我已经开始脑补手机上的计时器是6字开头，但当我看到屏幕上的数字，我愣住了。你们猜我跑了多少？我跑了7分13秒。米其林卡普托 R 居然做出了一个跟南康 CRS 一样的圈速。虽然因为胎压的问题，前半程的胎壁支撑非常的差，我能感觉到差，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慢。我回看车载，我在飞机场的速度掉到了166公里每小时。这时候我的 ESP 还在闪，说明什么呢？说明车子还在打滑。而我用 CRS 轮胎的时候，飞机场轻松180以上过，而且还是在我放了一点点的情况下，因为 CRS 我没有必要推极限嘛。就非常的奇怪。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这个轮胎，我才发现它虽然是新胎，但却是2023年的库存新胎，所以它可能很新，但它很新又不太可能。这是23年的胎，这是前年的胎，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它迟迟进入不了状态，它前半程的弯速为什么那么差，差到离谱啊！库存胎不是不能用，但如果存放的条件不是特别好，第一次暖胎的时间会非常长。但是我就恰好只有1圈时间，而且我看轮胎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的刹车片所剩不多了。我带你们看看旁边正常 GT3 的刹车片是这么厚，而我呢是这么薄。但租赁车嘛就是这样，能给你 push 做圈速已经非常不错了。轮胎和刹车这些耗材很难全部都完美，除非你买一台自己的车。所以有钱真好，天时地利人和啊，就是凑不齐。
你觉得是什么问题？我觉得是跟这个纽北的问题，车跟这个车有关，因为这个车的极限它就在那儿，它就是将 Sub 7。那么一旦有慢车，一旦赛道有点状况，一旦你的前面操作哪个地方有点小失误，这个的极限就在那儿，你这一圈可能就没了。我要带一台直线上能够轻松超车的车，能够一脚油门把他们全部干掉的车。带个速七 Ultra 过来，不行，我坚持燃油信仰，已经说不带小米速七 Ultra 了，不能再退回去，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了。然后我就突发奇想，赛道日结束了，但是5点到7点半还有一个游客开放时段呀。我们在游客日里面去找一个窗口，就像当年引爆那样，在游客日里面冲出一个圈速。虽然难度很大，但这好像是我今天最后的希望了。我觉得啊，你要是今天最后跑不出来，这个车就放了，这是天意，是不是？但是就差一点儿，每次就差一点儿。上次没有那几台慢车就有了，就差一点儿。不甘心啊！我操！我还是觉得这个的风险和这个收益不成正比。对，如果它是一台 GT3 RS， 它有10秒的余量，那我可以比较轻松的。这台车就真的堵到嗓子眼儿了开啊！的确是挺危险的。所以就说了嘛，还是得需要大马力。但是真的运一台车再过来，需要时间嘛？时间、成本、钱都是问题，都是问题。还是拿这台车过，还是拿这台车跑吧。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赛道日，如果今天不成功的话，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赛道日，所以我觉得不能把自己逼太紧。逼太紧死啊！今天就试最后一次吧，看看能成就成，不能成的话，看你了，看你的决定了。我的建议就是就放了。不能成的话，就换小锤上去 Sub 7。我当时为什么这么有执念？是因为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觉得今天就是我最后的机会，因为我跑的所有赛道日都是一场雨一场干，一场雨一场干。我很担心最后一天会下雨。但游客日这个车子一点都不少，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你怎么说，王森？咱们等等呗，再等1个小时，看看接下来这个交通情况怎么样。你觉得有希望吗？我觉得这些人肯定跑不完，他可能就跑1-2个小时，他们就累了，就回去了。最后留个半个小时时间给你跑。这个安排不错。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大草地，再等1小时，看看车会不会少一点。吕德预测一波，你觉得？我觉得如果车少的话，705左右吧。705。小锤呢？659。要不拍出台白瞎了。如果要 Sub 7，意味着要再快14秒，14秒有点做梦，而且是在这个游客日。唉，但是尼尔堡的风景还不错，也不算白来，就当度假了。结果等来等去，等到了赛道关闭。我觉得是这样啊。有些事情就不要强求，还是要随缘。像今天这种情况，那就是老天爷告诉你，就不是今天。我强求也没有用了。赛道关闭让我失去了今天最后一搏的机会，也让我想到了远在万里之外的老大名言：凡事不可用尽。
今天特别的阴冷，山谷里面好像弥漫着水汽，但是好在没有下雨，希望太阳能早点穿破云层吧。车已经准备好了。唉，太冷了就怕轮胎起不了温，太热了又怕引擎输出不够，刷圈就是这么麻烦。哇，今天好像是个高端局啊，前面法拉利，但是感觉有点悬啊，因为法拉利一般开的都比较慢。这几个保时捷希望开快点吧。今天我的心态呢已经有点摆烂了，轮胎还是上次的旧胎，反正赛道日我都来，我都跑，我都尽力，但是到底能不能 Sub7 不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看看今天的纽北让不让我赢吧。又是6点式加3点式，一共9点式安全带。哇，哎呀，再试最后一次，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冲啊，兄弟们！先开着 ESC 跑一次吧，有点害怕，我现在胆子比以前更小了。以前上去直接全关，现在有点不太敢关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OK， 现在教主上去跑他的暖胎圈了，然后呢，他这圈完了以后就赶快下来，我给他放胎压。哎，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等他下来我就跟他把几个胎全部给放掉。我的计划呢是先做一个暖胎圈，然后调整胎压，再正式冲，也看看今天的交通到底怎么样。前半程呢好到离谱，一辆车都没有，但是一过旋转木马，哇靠，又是天启4骑士吗？又是银色的992 GT3 RS 啊！还好我这一圈是暖胎，要不真的我心态要爆炸。接下来我出场圈呢，直接做到了7分05秒。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靠，有了！于是我直接连飞第2圈。但是过桥以后呢，我发现我的计时器卡住了，我不知道这圈能跑多少，就只能闷头猛开。前半程呢真的顺利到爆炸，我的手都开始颤抖了，我怕我再遇到992 GT3 RS。但是在大左弯，我果然又遇到了一台红色的992 GT3 RS。勇气水 K 的时候我已经跟上他了，但我不敢超车，他不打转向灯，我只敢若即若离的跟着他。我真的感觉我的勇气1年不如1年了，换成2年前的我肯定进内线挤他了。哎，我就这么一直跟着闪他灯，期待他能够看见我。最后在Stealth Tech他终于给我打灯让线了。我超过他以后呢，刚准备狂冲，结果又是一台992 GT3 RS。大哥，你旋转木马这么慢，别走下面呀！过了他们以后呢，我一路狂奔，冲过了终点。我当时都不知道自己跑了多少，但是我觉得这圈开得还不错，也许有了。下来赶紧用手机连 GoPro 看时间，发现这一圈是跑了7分00，差一点点 Sub7 啊！既然差这么点儿，我决定做一点技术上的调整。没错，就是把 ESP 关掉，找回2年前那个勇敢的自己。OK，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去赛道里拉爆这台车吧。键盘打工人上线了，教主开始了他可能是目前为止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飞行圈，减速降档顺进了高语组合，线路很极致，就这组合弯里的顺畅程度，估计没人能想象到这是一套23年的库存老胎。中速弯刹车点也找得很准，完美切过弯心。但接下来不要肌肉记忆，直直奔着 GP 去了。好的，他脑子清醒着呢，没睡着。穿过 T13大看台，这时候手机里 Rescono 的秒差已经拉出来1.58了，简直是梦幻开局，完美的起步啊！像教主和小锤
这样的功利派就得开着 Riscono 才能跑得快，而我和豆奶这样的感性派要是看到 Delta 翻绿 1.6 直接原地变成植物人，车都不会开了。冲过了哈岑巴和 Bogan， 这一路是越开越流畅啊，秒差已经拉到2秒了，扭着方向盘颠过了弹跳路，现在开始攻略低速5连弯，当然它的低速也只是相较于其他弯。这里车子颠了一下，居然卡进空档了。PDK 还有不耐颠簸的弱点吗？那就奇怪了。911打考是怎么跑的？10个路肩都能卡进空档，那要是越野不得是全程空档啊？拐进大橡树，秒差已经拉到了2秒，准备好了俯冲要进入第1段小直线了。这一脚油门出弯，秒差又拉大了不少。那就奇怪了，你这一圈能够轻而易举的快出那么多，那你上一圈在干嘛呀？好了，小直道马上就要跑完，开始上坡进入飞机场。这脚刹车踩得太晚了，导致教主在弯里面把刹车带得很深，最低弯速169，秒差也是还回去了0.3秒，而且还不止因为弯速低了，所以后面整条全油门路段里面的时速都低了。这 Riscono 上的红条看的是真揪心啊！玩模拟器的观众看了肯定会觉得代入感很强，看着就感觉是我自己在开一样。瑞典十字前尾速263，老弯中的最低弯速201啊！之前教主拿 Kevin Astry 开 GT3 跑 BTG 的飞行圈做纽北科普的时候，就非常仰慕吉吉国王在瑞典十字飙出200多的弯速，那是他说弯速能跑到200以上的都是人中龙凤，没想到时隔多日他现在自己也能做到了，没想到教主还能有这样励志的一面。现在冲下狐狸洞，教主他没有松油门啊，他把油门一直踩到了上坡，洞底的尾速达到了258，从狐狸洞上来秒差已经扩大到了3秒，也就是说他只靠着瑞典十字和狐狸洞就把秒差拉回来1秒多。进入阿德瑙瑟林，他的节奏还在变快，秒差已经扩大到了3.1，不过这里教主用的参考圈是7分05的那一圈，也就是说后面的赛道里不出失误，正常跑的话应该是7分02，教主还需要拉回2秒，不过到现在为止才跑了1/3啊，希望是大大的有。来到了阳湾，轻轻的抹一脚刹车，弯速172，比之前7分03的那一圈还要快。这一圈的教主跟暴走了一样，他要变超级赛亚人了，带着极高的弯速划过阳3，我操，Delta的数字开始狂飙了，这2个弯能快这么多，4.5、4.6、4.7，后面就是全油门了，没有任何征兆，教主就把秒差扩大到了5秒。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参考圈是7分05.7，也就是说还要再快0.7以上。可他这开的真的很难让人冷静下来呀，他每一个弯都在变快，每一个弯秒差都在放大，感觉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做到我靠是慢车啊！远远的看过去，虽然它有拉花，但它就是个牛北跑8分钟9分钟的形状啊！天罚，这一定是天罚！教主，要不你反省一下，这2年你干了什么缺德事儿？冲出魏赛峰来到小直线上，哇，他让车了！我的天哪，零干扰让车！这个大哥下次买方便面开出3包面饼。来到小正桥，就在超慢车的功夫，教主的秒差已经扩大到了6秒，也就是说，只要接下来的赛道里面没有遇到慢车，教主不出失误，等了2年多的 Sub7 就是这一圈。该怎么定义这一圈呢？跑到这个份上，已经无关于头衔荣耀，它只是一个38岁男孩的浪漫。为什么曾经的民工漫让那么多中二少年痴迷？说到底还是因为主角们拥有着我要成为火影，我要当上海贼王这样喊出来羞耻却又热血的梦想。但3次元的我们没有2次元主角的光环爸，你不会拥有一个曾经是业内传奇的退役车手爸爸，你也不会哪天在飞车场捡漏到一台带着魂环还被称为恶魔的猛车。可能你在告诉你爸你要当赛车手时，他只会让你滚去做作业，而你在二手车市场买到的 Dream Car 大概率还是调表。现实资源匮乏的我们难以拥有那么先声夺人的梦想，大家都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当梦想在脑海里萌芽时，更多时候是在一声轻笑之后压在枕头下面，希望能在梦里把它实现。这是大部分人的故事，教主原本也是这样的大部分人。他小时候应该也没想过有朝一日自己能够以171的时速冲上纽北勇气湾，而他和大部分人相比，也多的也只是那一点勇气。看到这个视频时，也许你是在下班路上，也可能是在放学的途中。在视频结束后，你的视线离开屏幕，思绪被拖进现实，在周围人疑惑的眼神中，试着收起一脸傻笑。但你有没有想过，你都愿意花1个小时来看教主实现他的梦想，又为什么不能花一点时间为自己的梦想付诸行动？12年前 Stanley 说过，梦想夙愿。当时间和空间重合，当记忆开始变得浑浊，这2者只是同一种心情的不同表象。当人生走到风烛残年，世界一下子在短短几年内塌缩变小，也许只剩下手边那只用得顺手的茶杯和脑海里一直忘不掉的那段记忆。那些老去的梦想退化成执念，继续为这个身体里的灵魂输送着养分。像教主老了，他一定会不时地给自己播放他在纽北这一圈的这个画面。
爆转甩尾反打过弯，想忘都忘不掉。接下来就是弹跳者左右路肩，那这样的高速下坡弯对于911来说本来就是拿手好戏，更何况这还是台 GT3 啊，992的 GT3 呢。教主是在第2个路肩前就把油门给焊死了，这一把年纪的老登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还来得及，一切都还来得及。梦想何时开始都不算晚，只是那追梦人是否还沉沦在现实的梦境里，被身体、婚姻、世俗，被自己困在梦境的底层，无法醒来。当然了，引用以上这一段只是为了配合本期内容升华一下主题，大家别真的学小锤卖房子跑比赛，也别像教主一样借钱刷牛北，只要像现在的招博一样，从300斤减肥减到200斤就很幸福了。还有马上就要高考的高3观众们，考好接下来的考试就是你们最接近的梦想。不过你们要是马上高考了还在看我们节目的话，那我觉得你真的是有点东西啊！现在教主带着一脚超晚的刹车冲下跳台，这还是曾经那个小马力前驱车人助力吗？他在一台510匹的自吸大后超上面开出了一种人比车凶的感觉啊！接下来就是大跳台，他带着方向，油门一点都不松，接近200的时速，闷头潜了下去，在植物园2前收了一脚油门，贴着路肩边缘抓地力用到极限了。此时 Race Kono 上的秒差已经扩大到了接近8秒，然后这一圈也只剩下了最后5个弯，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钱，这一圈是不是牛北同意教主 SAP7 的那一圈？教主距离这个答案越来越近，为了这一刻他已经等了太久，在每一脚油门踩下去的同时，他也在强迫自己保持冷静。来到小木马这里的入弯丢得慢了一点点，这是强迫自己冷静过头了。当梦想中的数字变得触手可及，教主也紧张了。小直线过后还有最后2个弯，最后2个弯，轻刹转向，秒差不降反升。这个弯教主过得比7分05那圈还要好。冷静，一定要冷静，不是冷静个锤子啊！已经过掉最后一个弯，终点线出现在视野当中，在扣响357大门的这一刻，如果还松油门，那后半身跟死了有什么区别？最终圈速6分57.38。我无数次在脑海里面排练过我 Sub7 的那一刻，我要对镜头说什么。我想我是不是要演得兴奋一点，是不是要演得激动一点，开心一点。但事实上我经过终点的那一刻，我的眼睛瞬间就模糊了。那么多次的失败，那么多次的失败，我都以为不会成功了，我都习以为常了。终于让我抓到了一个窗口。Today is the day。世界上第一个 Sub7 的中国人。哇！成了！哦，哎，牛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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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操！哇，我在里面都哭了！天哪！啊，1年了！哇，1年了，终于！哇！哇！世界上第一个 Sub7 的中国人！哇！今晚买蛋糕，买蛋糕，我等一下去买蛋糕。哇！啊，冲线那一刻我都泪奔了！哇！天哪！6分57秒！我操，这么快啊！23年的旧胎Sub7 以后，下个目标Sub6，太遥远了，太遥远了，太遥远了！哇，有生之年 Sub6，哇！
就这样，我成为了第一个在纽北 BTG Sub7 的中国人。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我的车技比别人好，我也并不觉得是其他中国玩家做不到 Sub7， 但是我可能更敢想，我敢在2023年的时候就坚定去做 Sub7 这件事儿，哪怕当时看起来是一个天方夜谭，是一个笑话。而且为了这件事儿，我的确花了很多钱。再次感谢所有赞助过我的朋友们，感谢金牌厨师兼技师的吕德森同学，感谢段老板和汪教练。你知道吗？这次我的信用卡已经刷爆了，最后我连租车的押金都不够付了。我是找了一个粉丝借的现金，5000欧的现金加上我信用卡里最后5000欧的额度，才凑了1万欧。而这台992 GT3 的押金是15000欧，最后没办法，考斯塔斯直接给我便宜了5000欧。另外，第二场赛道日的时候，我开得太急了，我把车开到草上去了，直接把轮毂磕坏了。2只轮毂的修复要了我1880欧。哎，你说他当时要用的是 VVL 轮毂该有多好呀？这个钱呢，我是借的威力带。哎，的确没有尾龙带好用啊，但是一切都值了。最后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玩家能够完成 Sub7， 能够让纽北的玩家们看见我们中国人是会开车的。我们不光有周冠宇、有叶一飞、有马清华这些顶级的 Pro， 还有我们这些活跃在民间的 Random Chinese Guy。最后你们一定想不到我们吃了什么样的庆祝大餐，没错，就是纽北挂壁饭。吃挂壁大餐，4欧的可乐，可劲儿造，6欧的水，太夸张了。